学们好，这节课我们将讲述第3章油感泵采油第1节油感抽油装置的第2部分，抽油泵的工作原理。在前面课程的学习中，我们已经掌握了油感抽油装置的组成，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典型的油感抽油装置主要是由3部分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3抽设备。一是地面的驱动设备抽油机，2是安装在油管柱底部的抽油泵，3是抽油杆，它把地面抽油机的运动和动力传递给井下的抽油泵。本节课我们就要学习3抽设备中的抽油泵。抽油泵作为3抽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才能与其他的3抽设备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油感抽油装置的功能。抽油泵的基本要求有：结构简单、强度高，工作可靠、使用寿命长，便于起下且规格类型能满足不同油田的采油工艺需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抽油泵的基本结构。抽油泵主要是由泵筒、柱塞、固定阀和油动阀4部分组成。柱塞上下运动一次，称为一个冲程，也称为一个抽集周期。在了解抽油泵的4个基本组成之后，下面我们将介绍抽油泵的工作原理。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抽油泵的工作原理，我们来看一段录像。在观看录像的时候，请大家重点关注抽油泵的油动阀和固定阀的开关状态。接下来我们将分上冲程和下冲程2个阶段来讲解抽油泵的工作原理。上冲程，初始状态，油动阀、固定阀均关闭。理想情况下，杆柱向上拉动柱塞，泵内容积增大，压力降低。固定阀在油套环空液柱压力与泵内压力之差作用下被打开，原油被吸入泵内，同时油管内接近井口的一段液体沿油管排到地面。上冲程，泵内吸入液体，井口排出液体。造成吸液进泵的条件是泵内压力、吸入压力低于沉没压力。下冲程，初始状态，油动阀、固定阀均关闭，柱塞向下挤压泵内液体，泵内压力增高。当泵内压力大于柱塞以上液体压力时，油动阀被顶开，柱塞下面的液体通过油动阀进入柱塞上面，使泵排出液体。由于有相当于冲程长度的一段光杆从井外进入油管，井口将排挤出相当于这段光杆体积的液体。下冲程是泵向油管内排液的过程。造成泵排出液体的条件是泵内压力高于柱塞以上的液柱压力。在同学们掌握了泵的工作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学习泵的理论排量的计算公式了。首先，为了计算的方便和简化，我们会有如下假设条件：柱塞冲程等于光杆冲程，柱塞让出的体积完全被原油充满，抽油系统无漏失。
在此假设基础上，泵工作一个冲程的排量就由两部分组成，即泵的一个冲程的排量等于上冲程的排量加上下冲程的排量。如公式所示，上冲程的排量等于注塞横截面积 AP 减去抽油杆横截面积 AR， 再乘以冲程 S。下冲程的排量等于抽油杆横截面积 AR 乘以冲程 S。 那么同学们，请你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下冲程的排量等于抽油杆横截面积 AR 乘以冲程 S 呢？这是因为在下冲程的时候，最上部的一根抽油杆即光杆从井口进入到油管内，那么在油管中就有进入油管的抽油杆这么大体积的原油被排出到地面，因此下冲程泵的排量就等于光杆的横截面积 AR 乘以光杆所移动的距离 S。 因此一个冲程泵的排量等于上下冲程排量之和，化简之后就是注塞横截面积 AP 乘以冲程 S。 那么一天的泵的排量是多少呢？一天有24小时，一个小时有60分钟，每分钟泵要工作 n 个冲次，因此一天泵的理论排量公式就等于24乘以60，这就是1440，再乘以每个冲程的排量 APS， 最后乘以每分钟工作 n 次。如果用泵的内径 dP 来代替注塞的横截面积 AP， 通过非常简单的推导，就可以得到泵的理论排量为公式所示。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述到这里。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一道思考题，请简述抽油泵的工作原理。